大家好，我是博正。那今天呢，就简单的和大家分享一下白露节气的一些内容。白露节气呢是24节气的第15个节气了，那也是秋季的第3个节气嘛。那为什么叫白露呢？那先说这个露吧，露其实就是指的是露水嘛。因为到了白露期间呢，这个昼夜间的温差变大，那到了夜间呢，这个空气当中这个水分子啊，就会由于这个气温的骤降呢，凝结成这个液态的水。那这些水呢，就会附着在这个植物的叶片上面呢，枝干上面呢，也就形成了我们认知当中的那种露水嘛。那为什么叫白露呢？其实在这个《月令72候集解》当中啊，有这么一句，说的是这个白露8月节秋属金，金色白，阴气渐重，露凝而白也。那说的什么意思呢？它其实就是把这个秋天呢纳入了这个五行当中。他说的是秋属金嘛，那金色白，那说的这个白露呢，其实就是指的这个秋天的露水。那有的记载里边说的是这个李时珍的这个《本草纲目》当中有说这个白露的露水有一定的药用功效如果有兴趣呢，也可以自己去查一下。白露呢也有3个物候现象，分别是这个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那这个白露一候这个鸿雁来其实是指的2种鸟嘛，大的叫鸿嘛，小的叫雁。那玄鸟归的话，其实就是指的燕子。那其实这2个都是说的具有这种候鸟迁徙习性的这种鸟类会随着这个气温的变化迁徙到呢更加适合自己栖息的这种地方去。那这个群鸟养休说的这个休呢，其实是指的这个食物的珍馐的这个休。那它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到来之前呢，那各种各样的鸟类呢都会准备那过冬的食物。那白露节气有哪些传统习俗呢？有这个收青露，那顾名思义，那就是收集露水的意思。那刚刚也说过嘛，在这个李时呢《本草纲目》当中呢有记载的，说的是这个露水就是这个秋天的露水呢有一定的这个药用功效。那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嘛，那逐步呢形成了在白露节气呢收集露水的这样一种仪式。另一个白露节气的习俗呢是这个喝白露茶，那也就是喝的在白露期间采摘的茶叶。那说的是这种茶叶呢不像春茶那样比较娇嫩不耐泡，那也不像夏茶那样苦涩，说的是别有一番风味。另一个白露节气的习俗呢，就是祭禹王。那禹王就是大禹治水的那个大禹。那相传在这个太湖湖畔这个百姓呢会在白露期间呢祭祀这个禹王嘛。那其实呢，在祭祀禹王呢有几个时间，那比如说这个正月初8、清明、7月初7和白露嘛，那这些百姓呢都会祭祀这个禹王。那但是呢，在这个春季，也就是清明时节和这个秋季，就是这个白露期间呢，他们祭祀的规模是最大的。那据说呢，历时要1周。那最后说一下和白露节气对应的72候花信封。这个白露1候是胡之子，白露2候是叶落金钱，白露3候是败将。那以上呢，也就是我关于白露节气知道的内容的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分享。那如果你知道其他的关于白露节气的其他的那些内容呢，也可以留言告诉我。那本期视频就是这样，下次见，拜拜。